马杜罗总统身边到底有没有内鬼？我告诉你，有，绝对有，一定有。马杜罗古巴贴身护卫回忆，那一刻没有声音，却感觉大脑从内部炸开，鼻血直流，全员倒地。如果这不是夸张的叙述，那他们究竟遇到了什么？马杜罗的古巴贴身护卫描述啊，在跟美军特种部队的交战过程中，他们受到某种声波武器的攻击。提到的关键声波武器是什么东西？好，说真的，跟各位讲一下，这个东西我还真有经验，真的在釜山的海军展体验过一次哦。当时由于它本身是海军展，所以就像我们刚刚左手边这类装在舰艇上的非致命性武器，就在釜山的海军展中有实体展示，而且他在现场展示的时候，还特别就把这个声音音波打开，而且还告诉我说那个音量不是他们的这个最大值。就比如说他今天有一个机器在这边，我这个时候如果我站在旁边呢，我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我一旦走到我正对他的时候，哇塞不得了！当那个声波直接打到我身上的时候，第一你会感到声波它本身这个波的这个能量会让你包含衣服、皮肤等等都会感觉到有东西一直在你身上轻浮的那个感觉。但是呢，这个轻浮的感觉当它那个音量进到你的耳朵，进到你的这个大脑里面去的时候，我跟你说，真的是很让人难以接受。为什么？因为它的音量非常非常大，你会迫不及待想要用手遮住你的耳朵，然后马上跳开大概我在那个音波前面它还不是开到很大音量的时候，我大概只能在那个前面待大概3到5秒钟。所以各位，你就可以想象到这种非致命性的这种定向性的喇叭，它的威力有多大。美国的这个国防系统承包商们，他们其实在过去由于为了要应对包含类似像海上安检以及这个大规模的这个群众行动的时候，他们开发了这种所谓叫声波武器。那这种声波武器呢，其实他们是把它列为这种所谓的叫非杀伤性武器的部分。什么叫非杀伤性武器？也就是它其实还是用来对付人的，但它本身就不会造成你的生命的这个危害，或是造成你的这个生命损失。所以严格来说，它算是一种应对群众运动或是震爆用的这样的装备，或是海上安全检查的装备。它的这个外形其实说真的有点像是一个探照灯，但是呢，它是一个灰色的，就像各位我们现在在我的右手边后方看到的这个装备一样。它本身呢，最早就是为海上的舰艇开发的，它会装在船的这样一个舷侧。它到底怎么作用？它其实是用那种指向性的扩音器。过去两岸其实在金马前线等等都设有这种所谓叫播音站。那播音站你要如何让它的这个播音能够传得远，深入到对岸的这个土地上呢？其实两边都一样，都有这种东西。那我们呢，就在包含像马山的播音站，还有像马祖的播音站呢，用大型的这样一个圆形的喇叭，然后把它呢做成矩阵状的这样的排列，也就是比如说这个10个乘上10个，然后加成来100个这个是举例然后这样做成一面扩音器的这样一个墙。然后在这个扩音器墙作用的时候呢，因为它其实本身它是一种一般的这个扩音器，所以它会沿着这个扩音器向外一个扇形的状况这样的射出。但是你看这个我右手边的这一款指向性的扩音器，其实它很厉害的是，你看它上面有很多小的这样一个孔洞，就有点像是一个筛网。像比如说今天你在这个照片上旁边持机枪的这个人，或者是后方拿这个扩音器的这个人，你就站在他的这个切线外，基本上来说你呢听不到什么声音就小小的嗡嗡嗡嗡小小的。但是如果今天一旦转向朝向你的时候，我跟你讲不得了为什么呢？你就会顿时间感到一个非常强大的声波能量就直接照到你身上。其实说真的，以我来讲，我站在前面大概不到5秒钟我就受不了，我就跳开了。所以你看美军在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拿这个声波武器对着其中一个人，你跑到哪里我就照到哪里，你跑到哪里我就追到你哪里。那他等于一直持续不断暴露在这样一个高能声波这样的状况下，他人会极度的不舒服。第一，耳朵那个受到这样强大声波的声波能攻击的时候，的确会影响到他的耳朵，而且紧接着会影响到他的中耳内甚至于会造成包含我们那个耳朵内部半规管前庭等等这样不适的这个症状，就会让人其实有受到有点像类似那个晕眩啦，然后呕吐啦这种情况就都会发生。所以这种东西它用来对于人进行攻击的时候，但是你说晕眩呕吐会要了你的命吗？不会，它会让你趴在地上完全无法动弹，没有办法那个做你原先要做的这个事情。所以就变成说，你今天遇到这一类的这种高能声波武器的时候呢，大概最好的办法就是要准备足够的隔音设备，比如说耳塞，然后隔音式耳罩可能要准备好。其实这种声波武器你说它不致命，但它还真的会让你非常不舒服，真的是非常不舒服。所以你说美军在这一次对马杜罗的军事行动里面，20名特种部队如何在短时间
间之内压倒数百名的这样的守卫，人数真的只有20人，是真的吗？大名鼎鼎的75游击兵团，或是美军陆军的这个特战部队哈，也就是绿扁帽，是不是有参与外围交战或支援任务？我可以跟各位很肯定的说，绝对有。为什么？今天如果你看美军这样一个逮捕哈这个要员的这样一个作战任务啊，其实电影《黑鹰计划》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资料。为什么呢？它其实就展示了一个完整的空中快速进入，而且对重要人物快速逮捕的一个这个战术任务。它这个战术任务，大家可以看到，当时从摩加迪休国际机场出发的时候呢，有包含 OH-6或者 AH-6，就是小鸟 Little Bird。那另外也有黑鹰直升机，黑鹰直升机就是载着我们刚刚讲到的游击兵。那另外小鸟 Little Bird AH-6直升机呢，就是载着三角洲部队，因为三角洲部队人少，他们呢其实就坐在这个直升机外面。当他们飞抵要逮捕这些摩加迪休政府的要员的时候呢，他们会在当时攻击的目标奥林匹亚大饭店，由三角洲队员直接搭小鸟降在门口，然后冲进去抓人。但是你说周边万一有人开始反抗的时候，你说就凭20几个三角洲部队，虽然他们个个骁勇善战，每个人都是人体凶器，但你说就靠他们就能够完完全全摆平了这个所有来抵抗或要来救驾的这些人数吗？如果万一来救驾人数过多怎么办？超过了这些游击兵所能够应对的数量怎么办？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黑鹰直升机紧接着就在周边用悬停的方式垂下绳索，让上面的这些游击兵呢，通通下去就战术位置加以拱卫。也就是当车队没有来得及过来把人接走之前呢，那这个时候三角洲部队跟绿扁帽部队游击兵，他们其实要进行协同抵抗外面来的这样一个攻击任务。所以以《黑鹰计划》这部电影来说，它其实非常忠实的呈现了美军特种部队在进行这种要人逮捕的这种任务中，它的整个作业模式，也就是三角洲部队，也就是精英的这种特种部队，它会担任就是人员的俘获跟这个抓取的这种各种动作。那当然，如果在海军的话，就是由海军的海豹部队来担任。那海军的海豹部队其实通常担任这种任务多半是以海豹6队为主，但他们其实还有海豹其他部队同样，另外像以美军的陆战队来讲，美军陆战队的这个训练，其实大概就是约等同于美军的陆军的这个游击兵的这个水准，甚至比游击兵的交战能量还要高，甚至于某种程度来说是介于游击兵跟绿扁帽之间。那也有部分的这个精英的陆战队部分呢，他们的作战能力是可以达到绿扁帽等级的。所以就如果陆战队的要执行这个任务的话，海豹部队就会进行执行抓人的动作，然后陆战队一般的士兵他们就会在外面进行外围防线的这样一个建立跟拱卫。要不然的话，我们刚刚讲，如果敌人人数众多冲进来，那这时候你怎么办？你就只好眼睁睁的看着人家用数量的优势把你击破。所以其实以当时美军去拘捕委内瑞拉总统的时候，绝对不是只有20个特种部队冲进去，绝对是周边有数量相当多的，包含游击兵或包含绿扁帽，会在外围建立拱卫的这样一个部分。不然的话，如果只有20个人冲进去，万一里面的护卫队抵抗过于激烈，然后甚至于让他们原本的进攻时序没有办法完完全全依照他这个作战原本计划时间轴进行的话，那时候怎么办？战场上以这种特战部队的这种特种任务初级来说，经不起变化。你看黑鹰计划之所以会出问题，就是因为它因为有人受伤，然后车队受阻等等发生了变化。一旦发生变化，又没有预备兵力的话，最后会可能对整个任务都造成一场灾难。所以以这一次的这个任务来说，绝对有绿扁帽或游击兵在外围交战或是支援任务。那当然，你说是不是涉及情报渗透或内部叛变呢？这个部分来说，当然对于你要如何能够有效的对这种高阶人物的这个逮捕，其实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高阶人物的这种逮捕，最重要相对来说就是所谓的叫做人因情报。什么叫人因情报？就是人跟人之间互动所能够产生的这样一个讯息这种讯息作为情报，也就是说，你要冲进去抓人之前，你一定要知道他今天在不在。那当然，你说在不在，你呢可以透过包含那个各种监测系统，包含卫星或是包含利用这个合成孔径雷达或者甚至于辨识的这样一个无人机长期追踪，确定他的车子进来了。但你说他到底有没有进去，到底在哪里，甚至到底睡在哪一间，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一定需要有这种所谓的情报渗透，也就是呢要跟当地的这个马杜洛身边的人呢，获得马杜洛生活息息相关大小事的各种的人因情报。他几点起床，几点吃早餐，吃午餐，吃晚餐，跟朋友喝酒喝到几点，然后几点睡觉，然后他每天会去哪里，对不对？你不要说，我今天决定动手，我人就冲进去，结果他老兄跑到这个外面去跟朋友喝酒泡茶聊天去了，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就扑了一个空啊，行动还暴露啊，对不对？所以你要攻击前，你一定要能够有人因情报，确定第一他在，第二他是不是在你整个任务演练中，他会在的这个位置。然后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情报渗透跟内部叛变，某种程度来讲就是画上等号啦，就是里面一定有人收了钱，而且
且收了很多钱，然后愿意呢把你的这个行踪、你的情报一五一十的告诉好这个攻击方，让攻击方能够非常精准、分分秒秒的掌握到你人在哪里，人在哪里，动到哪里。这时候其实人因情报是在你做这种所谓的人为逮捕或是跟人有关的任务中，对其实整个作战来说，关系还是至关重要的这样一个部分。那中国大陆有声波武器吗？这个题目我将会在会员专属影片中为各位资深军迷回答，请订阅频道，加入会员，解锁更多军武会员专属影片。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周二晚上8点再见。